有缘人。今天我们聊聊高敏感。今天这个内容可能不会有太多人听，所举例子就有点不太好理解，但我相信高敏感的人会秒懂。高敏感人群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就是，他们都说我想的太多，说我矫情，说我太敏感，我好累，也好痛苦。其实我就想一个人待着，但我又怕他们不高兴，我好像有病。其实有类似这种困惑的人占大多数，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然而你们不必在意这些细节。我不认为高敏感是坏事，它其实就是一个特质。特质的意思就是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它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如果用不好，就是极度内耗、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当然也会有人因为高敏感而自负的。另外，高敏感更容易得精神类疾病，比如说抑郁、焦虑、躁郁，诸如此类。可是如果用好了这个特质，那就是天生带卦，学什么都快，看什么都准，只要不内耗，干什么都能成。高敏感的形成，网上有很多科普，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查资料。概括来说，高敏感这个特质是天生的，但是并不是必然显现，只有后天环境的影响或刺激，它才能激发显现。简单来说，高敏感就是有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这相当于你得先有一颗种子埋在土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它才能长得出来。如果这颗种子只是埋在了土里，没有阳光雨露，没有风霜雨雪，那它长不出来。但如果土里根本就没有种子，即便有阳光雨露，即便有风吹雨淋，它也只是就是泥泞而已，长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本身并没有这个特质，那环境再怎么刺激也不会呈现高敏感，顶多就是人碎了，心碎了，言外之意。高敏感和玻璃心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区别，有的时候会被混为一谈。有些人会把高敏感说成玻璃心，而玻璃心的人也会自认为自己就是高敏感。事实上，高敏感相当于是观察者，它属于能够对获取到的信息进行深度的快速处理，而玻璃心相当于受害者，它属于心理防御机制失衡。比如说，几个人在讨论一件事情，随便讨论什么都行，但是突然有一个人就不说话了，他就不参与讨论，玩手机或者是看窗外，各种可能。面对这种突发现象，高敏感的人就会瞬间捕捉到对方的微表情、小动作，甚至直接就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他可能就会很自然地岔开话题，或者说给对方再制造一个新的话题进入，甚至会私下跟对方沟通，是不是刚才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客观情况，诸如此类。总之他能快速地洞察。而玻璃心呢，他也能发现对方沉默了，
但是玻璃心没有能力获取到那么多信息，他就一根弦，我哪儿得罪他了？他认为对方的反应是针对自己，然后就陷入这种反刍，开始复盘了，我是哪得罪他了？甚至说揣测人家背后有没有说他坏话。这个就是高敏感和玻璃心的区别。高敏感是来了一个现象，360度无死角地捕捉了一堆信息，进行快速的解读。玻璃心呢，来了一个现象，挑了一个最尖锐的角先捅自己2下，捅完自己说你伤害了我。我们今天不讨论玻璃心，只说高敏感。心理学的角度或者生物学的角度，你们可以自己去查，网上一大把讲的都非常好。既然你看我的影片，我猜你是希望我换个说法。好，我们就不说专业术语了，先举个例子。你们知道有一些人有特异功能吗？比如说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比如说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比如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画面，比如说能清楚地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能预判未来，能探索过去，诸如此类。人们往往会羡慕这样的人，一方面会觉得很神奇，一方面会羡慕这些人有外挂，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种外挂是双刃剑。初次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画面也会吓一跳，甚至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走路不敢回望，睡觉不敢关灯，住的房子最好只有巴掌大的一个屋，一眼能望到全景。初次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气味，也会产生对未知的恐惧，并且不知所措，甚至会幻想这个声音、这个气味的形态形状。多优秀的编剧也编不出这种恐怖的剧本。当清楚地知道别人内心戏的时候，即便也能保持操守陪着演一场，那也不耽误因为对方内心与现实表现的巨大差异而感到的失望和伤心等等。你会发现有特异功能的人大致、粗略、不严谨的会分为3个层级。其实这里不应该用层级来表达，但是为了更便于理解，我们暂且就用层级这个词儿，大家不用纠结这个词儿，就感受那种状态就可以了。初级阶段是最底层的，精神痛苦、肉体痛苦、充满痛苦、各式各样的痛苦、五彩斑斓的痛苦，肉体和精神超载所导致的痛苦，其实不用具体描述，因为没经历过的人也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总之，一定会有与能力相匹配的痛苦伴随，能力浅一点的痛苦相对小一点，能力大一点的痛苦相对就大一点。除此之外，跟身边人讲述自己这些非同寻常经历的时候，或者说当自己看到一些不太好的趋势，想要给别人一些提醒的时候，甚至别人主动来求解或求帮助的时候，那些被质疑、被误解、被嘲笑，诸如此类的不理解，也会因为这些而感到无奈、孤独、无助，甚至也会有绝望的时候。
所有的异能者都会经历这个层级，无一例外，无非就是有人从这个层级走过，而有人永远地停留在这个层级。比如说能力失控、自我割裂、社会排斥、道德困境、感官过载等等，与之相关的所有痛苦也许是短暂的，也许就会伴随一生，就要看当事人如何面对，如何使用，如何驾驭这些特异功能。在初级阶段会叠加经历刚刚我们说的所有痛苦，面对这些痛苦是需要点武器来应对的，包括不限于勇气、坚韧、魄力以及智慧。比如当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画面的时候，是需要点沉着气场来应对的。比如当你听到别人听不到的，闻到别人闻不到的，是需要一些勇敢和冷静来克服那种只能听到、闻到但是看不见的失控感。比如当你能清楚地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胸怀气度来平衡自己内心的落差。诸如此类，这些只能维持初级阶段，应对各种超能带来的过载反应。在这个过程里会觉得很累、很难、很无助，尤其是在没有人能理解你这些经历的时候，你甚至会感到绝望。所以在这个阶段会有不少人抑郁、焦虑或者遭遇双向。可一旦冲破了这个阶段，人生就开挂了。你们可以看看那些深居简出的高人，生活低调简单，看起来非常平常朴素，但如果他想要的话，金山银山都有人抢着往他加班。这个阶段其实就相当于高敏感人的初级阶段，会痛苦，会内耗，会自我怀疑，这是一样的。高敏感这种特质也不是谁都有的，并且不是后天能练出来的，它就像特异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异能必然会匹配魔力，会经历一些痛苦，但是魔力可不一定能成就异能，因为魔力只是个过程，能不能成就要看你在这个过程里是否有反思，是否有优化，是否有沉淀。说到这儿，有的人就会说，对，你反思反思吧，你们就是太敏感，你们要学习学习钝感力。钝什么感呢？如果能处理好敏感之后的事情，那敏感就是优势，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先天带挂体质。那到底要反思什么？要优化什么？要沉淀什么？首先就要肯定高敏感不是毛病，它是一个能助力起飞的隐藏工具。需要反思的就是不应该嫌弃它，不应该怪罪它，反而应该好好想一想怎么把它挖掘出来，怎么能好好用它。刀拿在手上可以雕佛，也可以伤人，连鸡毛掸子都是既可以扫灰也可以打人。工具就看你怎么用。那需要优化什么呢？就是优化对它的合理使用。比如说原来是怎么使用高敏感这个异能的，随便一个人皱眉的时候，我就洞察到他讨厌我，我就会纠结，哎呀，他讨厌我咋办呢？我就得变得小心翼翼，
或者说无处安放的那个共情力，陪着一个丝毫不愿意改变、一味抱怨的人一唠就是一天，帮他分析近况，帮他出谋划策，已经把能量耗尽了，还撑着陪他唠呢。结果陪唠了一天，最后他来了句：你不懂，不是你想的那样。诸如此类的经历都会让一个高敏感的人自我怀疑、痛苦内耗。所以网上热度很高的一个说法，说高敏感的人一定要脱离底层，一定要逃离底层。底层都是鸡毛蒜皮，底层都是野兽厮杀，底层的人根本就达不到你那种高度，你那种境界。说得对，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不仅仅是高敏感的人要逃离底层，每一个人都想摆脱底层困境。这就像人人都知道考上哈佛就能改变人生一样，但是怎么才能到哈佛呢？怎么才能让哈佛接收呢？人人都说要向上社交，那上凭什么教你呢？价值功能产生的作用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之一。于是摆脱底层困境，那就得让你这个高敏感的异能发挥作用，发挥它的正面作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比如当我洞察到这个人讨厌我的时候，那我就少发话，少接触。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改变呢？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我洞察一下我的客户喜欢什么样的方案，我还能多得点小红花，还能多赚200块钱的奖金。我洞察一下市场行情，市场风口好不好，我还能借着风就扶摇直上。再比如，当我发现对方不值得我消耗一天的时间和能量来共情的时候，那我就换一个值得的人释放我的共情能力呗，或者我就多共情我自己呗。我也很难，我也很累，我也需要回去。再比如，他跟别人蛐蛐我的时候，伤害我的时候，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感知他的人格缺陷，而替他来找理由合理的伤害我。如果我有这个闲情逸致，那室内画展、艺术展、音乐会、室外鸟语花香、山光水色，有太多美好等着我去感知了。我为什么非要感知他拿刀扎我的那种痛，甚至我还得帮他扶着刀？所以想让高敏感这个异能发挥价值，就得先学会筛选，得先敢于筛选。有些人说我就是不好意思筛选。好，那如果告诉你这个异能是有限制的，只有3次机会，你好意思筛选了吗？你会谨慎地用这3次机会了吗？你会去挑值得的人，然后值得的事了吗？有的人说，问题是他没有限制，他终身伴随啊，我就没有那种珍惜的紧迫感啊。好，使用次数没有限制，是终身伴随的，但是你的生命有限吧？对你重要的那个人生命有限吧？对你重要的那件事儿机会有限吧？那个老掉牙的假设，假如生命只剩3天时间，你会做什么事儿？你会见什么人？比如你40多岁了，假设你能活到80岁，
那你还有30来年的时间，刨除你吃饭睡觉，可能还剩20年了。再刨除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力、体力、执行力等等方方面面都下降的情况，有效时间，黄金时间还剩多少？可能也就剩个10年8年了吧。而对你来说，重要的人和事儿，他们的时间还有多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感受不到珍惜的紧迫感吗？你还不好意思筛选吗？高敏感的人一旦学会了筛选，一旦好意思筛选，很快就跨过初级阶段，进入中级阶段，因为他们把高敏感这个异能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上，于是像你想太多这样的评论就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你也太牛了吧，这都能预判到，就都变成类似这种信任、肯定、尊重，甚至是崇拜的反馈。曾经他们的自我怀疑、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也随之会变成清晰自我定位，建立明确的边界感，以及接纳矛盾共存。从过去的手上握着高精工具不会用，被质疑、被否定、被嘲笑导致的极度内耗，就会转变为自如灵活地使用高精工具，自信从容地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人生自然也就会变得自如且有力量了。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也是这样走出来的。你的特殊技能如果给到值得的人，那就是双赢的局面；如果给错的人，至少你自己是伤痕累累的。大部分高敏感的人在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很美很爽了，带挂前行，那不比普通人事半功倍吗？如果再想要风生水起且不掉分儿，唯有学习提高认知。高敏感的人绝大部分八字身弱，身弱的人成本最低且还能有收益的补印方式就是学习，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学习自己领域的新知识、新技能，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总之丰富自己的认知，提升自己的认知，还要再多一下嘴。高敏感身弱的人大多数天生带财，所以只要你好意思筛选，并且踏实学习，勤而行之，赚钱就会比喘气儿还容易。我并不是安慰你，这个就是高敏感人相比普通人的优势。但是绝大部分高敏感的人很懒，既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勤而行之。所以如果你能克服了懒，那你真的就起飞了。话说到这儿，你说高敏感的你们跟能掐会算的那些人还有多大的区别啊？都能洞察人心，都能预测未来，都是带挂前行的人，而你们还没有交换的代价和束缚，更不存在需要承担作弊的风险。你如果用好这个工具，不就是爽文人生吗？借用北京一个方丈当年说的话，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砸你头上了，别人都在虎视眈眈，而你却说这啥玩意儿我不要，怎么这个工具烫手啊？只有极少数的高敏感人走进了高级阶段，高级阶段
跟中级阶段的差异并不等同于初级跟中级的差异。这个高级阶段是大多数人都向往，并不局限于高敏感人，但是高敏感人比普通人更有优势进入这个高级阶段。当然，如果他们想的话，大多数人向往的那个阶段叫什么？叫离苦得乐，也可以叫逍遥自在。苦是什么造成？苦是由无明驱动的，经贪嗔强化为执取而显现的。无明就是关键点。高敏感的人感官高度活跃，他对外界的刺激以及对内心的感受都要远超于常人，并且他们对苦的体验更加丰富，所以在敏锐的洞察、感知以及丰富的体验样本之下，如果你们能够安静下来，自我觉察，就会比普通人更容易发现，念头也好，情绪也好，都是流动聚合，它并不是恒常不变的。所谓因缘聚散，五蕴刹那生灭，理解了这个，在理论上来讲就趋于破除无明了。如果再加以实修，那就有机会彻悟。大家对于这个阶段的疑问可能更多会来自于破除无明会怎么样，离苦得乐是怎么样的，解脱之后还活着吗？解脱之后还是凡人吗？就诸如此类。还活着，是凡人，人就是人，便不成其他任何，还是要吃喝拉撒。破除无明之后，跟大多普通人的区别，就是因为明白了无我，接受了无常，放下了我执，于是开心任它开心，但不沉迷；难过任它难过，但不沉沦。成功了，你该清醒清醒，但不骄傲；失败了，想流泪也任它流，但不沮丧。处于顺境就自然接受，不会拼命的去维持。如果面对逆境就坦然的应对，也不会刻意的逃避。生病该吃药就吃药，该看医生就看医生，但是不会因此而畏惧、焦虑或者恐慌。衰老了也不会哀叹青春，安然接受岁月的沉淀等等。如果我们卖弄的高级一点，那就是看山是山，不知山之横；看水是水，不知水之行。于外境如实照见，不迷幻想，见我非我，不堕虚无坑。与他是他，不立对立名。于身心洞彻无我，不复执情。乐来则乐，不逐乐之影；苦至成苦，不惧苦之境。于感受，念念清明，不住诸受。行如流水，应急而转不恋痕。言若鼓响，随声而应不留名。与造作，缘起性空，自在无垠。所以可以理解为，破除无明的人会如实关照现象的声音，不会被情绪所困，不会随现象直取，于一切法中保持清醒觉知，而不会纠缠。简单来说，就是破除无明的人会看透缘起性空的现象本质，不会被情绪的幻想所迷惑，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有缘人
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在评论区留下你有哪些特异功能，让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向上流动的高敏感人。愿你清醒而不孤独，成为那个始终懂自己的人。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